白头发一根根冒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马上想到去买染发剂？化学染剂遮盖白发虽然快速，但长期下来不但伤发质、伤头皮，还得不停补染，费时又费钱。而且不少染发产品含有对苯二胺等化学成分，可能引起过敏。频繁染发还被怀疑与某些健康风险相关。其实中医早在古代就有逆转白发的传奇秘方，而且方法简单，不用花钱买药就能让白头发从发根开始慢慢转黑。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？难道白发真的可以返老还童，重新变黑吗？先别急着怀疑，且让我讲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。相传在唐朝，有一位何先生，58岁了，依然膝下无子，头发花白。他求助于一位高僧，获得一味山中藤草。何先生连续服用几个月后，渐渐感觉精神旺盛，不但接连生了好几个儿子，连头发都一缕缕转黑，气色焕发，寿命更是高达130岁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像神话，但因此植物得名何首乌，意思就是头发乌黑的何先生。何首乌成为中医里著名的黑发药，直到今天依然广为人知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找到仙丹妙药，把白发吃回黑发。不过，中医还有更加平易近人的秘诀，而且方法简单，不用花钱买药，只要每天花上几分钟敲敲身体某个部位，就能慢慢改善白发。尤其是在睡觉前的黄金时间，敲上5分钟。许多人都声称白头发真的悄悄从发根开始变黑了。更惊喜的是，连大腿都瘦了一圈。到底是哪里这么神奇？为什么敲身体一个地方能同时影响头发和腿部呢？答案就藏在人体的经络里。中医认为人体内有许多条经络，好比人体的能量与血液运输线路。经络遍布全身，内连脏腑，外达四肢百骸，把人体各部分连成一个有机整体。每一条经络就像身体内的高速公路，气血则好比在其中奔流的车辆，负责运输着养分、氧气和信息。如果某段经络出现阻滞，就好比道路遇到了塞车，那么它所连接的脏器和经过的部位便会供应不良，逐渐出现功能障碍或疼痛等问题。敲打经络的作用，就像替这条道路清除障碍，让原本受阻的气血再次畅通起来。有一条经络尤其神奇，只要把它敲通了，不仅能让白发慢慢转黑，还能帮助瘦腿，改善体质。这条神奇的经络就是胆经。胆经是一条走遍全身的重要经脉，从头部侧面一直沿着身体侧边和腿部外侧，都属于胆经的路线。胆经贯穿的位置包括了人体的两侧腰胯、大腿外侧等区域。简单来说，胆经的经脉从头部的眼角开始，向上经额角绕至耳后，沿着颈侧和身体侧面下行，穿过腋下和肋部两侧，经过髋关节外侧，再向下走，在大腿外侧正中线，一直到小腿腓骨部位，最终止于足部的第4指外侧。中医有句话叫肝胆相照，肝经和胆经一阴一阳，密切相关。而肝主藏血，肾主骨生发，头发的营养和色泽与肝肾功能息息相关。简单来说，当肝血充足，肾气旺盛，头发才能乌黑茂密。反之，肝血不足或肾精亏虚，就容易出现发质枯黄，早生白发。那么胆经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首先，胆的生理功能之一是储存和分泌胆汁，协助我们消化脂肪和吸收养分。如果胆的功能变弱，人体对营养的吸收利用就会下降，血液养分不足，供应到头发的燃料就减少，头发可能因此失去黑色的光泽。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发为血之余，意思是头发是血液剩余的产物。如果整体气血不足，头发得不到充分滋养，就容易变白变脆。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，就像农作物要想长得好，必须土壤肥沃，水分充足。如果土地贫瘠干旱，再健壮的苗也会枯黄。同样的，头发就好比植物，毛囊是种子，而人体的气血则是供给它们的水和养分。经络、经脉则相当于灌溉的渠道，将源源不绝的营养送达头皮。如果渠道淤塞，毛囊得不到足够滋养，长出来的头发自然枯槁泛白。反之，一旦把灌溉系统修复好，毛囊重新得到湿润滋养，
那么曾经憔悴的发丝也会一天天恢复生机，慢慢变得乌黑亮丽。胆经刚好与这个过程息息相关。当我们每天适度的敲打胆经经络，等于在帮助体内疏通管道，让气血循环变得顺畅。胆经通了，胆汁分泌充足，食物营养的消化吸收效率提高，血液中养分也更充沛，源源不绝地把营养和氧气送到头皮。此时头皮毛囊细胞获得了充沛的滋养，就有能力重新制造黑色素颗粒，让新长出来的头发逐渐恢复黑色，而那些原本干枯泛白的发丝也会逐渐减少掉落，取而代之的是越长越多的乌发。更妙的是，胆经一路从髋部沿着大腿外侧而下，所以当我们敲打胆经时，大腿外侧堆积的脂肪与水分代谢废物也能被有效震动和排除。很多人发现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原本紧绷的裤管变松了，大腿围度减少了，松垮垮的赘肉明显变少，双腿线条更匀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。一方面，经络疏通后，气血运行旺盛，身体代谢自然更好，加上胆经属木，助肝疏泄，肝胆功能提升后，有助于脂肪的分解和排毒。另一方面，大腿的脂肪常被视为顽固难减，原因在于当地循环不佳，寒湿停滞，使脂肪和废物囤积。一旦透过敲击刺激，当地的微循环改善，温度上升，就好像在局部点燃一把火，加速燃烧脂肪。同时，胆经受刺激会加速胆汁分泌，而胆汁有助分解脂肪，整体消化吸收功能变强，身体更会主动去消耗储存在大腿的脂肪能量。结果就是敲胆经一段时间后，不光头发在悄悄发生变化，腿围也在悄悄缩减。这些现象并非空穴来风，在现实中也有许多令人惊喜的案例。有人年过60才开始每天敲胆经，不到半年时间，两鬓原本花白的头发间就冒出了许多黑色新发，连他的理发师都惊讶地问起秘诀。也有不少中年女性反映，坚持2-3个月后，体重虽然没有明显下降，但腰以下的尺码却缩小了，原本紧绷的裤腰和裤管变得宽松，腿部线条也更结实了。看到这些成果，谁能不心动呢？你一定很好奇这个敲胆经的方法到底怎么做。别急，我们一步步来。首先要找到胆经所在的位置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双脚自然站立，手臂下垂，你的中指刚好碰到的大腿外侧部位，大约就是胆经经过的风市穴位置。从这个点往上到髋关节，往下到膝盖外上方，整条大腿外侧侧边都属于胆经的走向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双手握拳，在这条线上反复敲击。具体怎么敲呢？建议采取坐姿或站姿皆可。你可以坐在床沿或椅子上，把一条腿伸直或抬高，保持大腿外侧放松，好让自己敲打。或者像刚才说的那样，采取站立姿势，一手扶墙保持平衡，另一手去敲打对侧的大腿外侧，双手握成空心拳，用拳头的侧面或掌根部分轻松地扣击大腿外侧。如果觉得直接用拳头太累，也可以选择市面上带软垫的拍砂棒或按摩锤来辅助，一样沿着大腿外侧经络轻轻敲击。有些长辈手劲不足，请家人帮忙拍打时要注意，握拳时手腕放松，顺势敲下去即可，不要硬砸猛捶。从臀部和大腿交界处开始，一路往下敲到膝盖附近，再回到上方，如此上下往返敲击，每敲一下要有一定的力度，但不用过猛。一般建议以每秒钟敲击大约2下左右的节奏为宜，保持均匀的频率，一边敲一边可以默数，左右腿各敲满50下左右。如果拿时间来算，大概每条腿敲2到3分钟即可，2条腿加起来也就是5分钟左右，真的非常简单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是敲特定的穴位点，还是沿整条经络随意敲都行？其实不需要精确对准某一个穴道，只要沿着整条大腿外侧的经络区域平均敲打就可以。胆经上有很多穴位，例如风市穴、环跳穴，位于髋部侧边等等。我们敲击的目标是让整条胆经路径都受到刺激，而不是只按压单一穴位，所以不要太过拘泥，
顺着大腿侧面的裤缝线附近一路敲下来就对了。在敲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局部有点酸酸胀胀的，特别是如果平时胆经不通的人，按压或敲击风市穴周围会明显感到酸麻。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，表示你找到穴位，也找对了问题所在。敲完之后，整个大腿外侧通常会觉得热热的、暖洋洋的，仿佛有股热流在流动，这正是气血开始循环的好现象。胆经堵塞的人，平常往往可能已经出现一些征兆，比如头发特别油，容易长头皮屑，年纪不大却冒出不少白发，脸上两眼靠近鬓角的地方出现色斑，平时容易觉得胁肋部位胀痛，常常偏头痛，睡眠品质差等等。如果你敲大腿侧边时感到酸痛，那就说明胆经真的有些不畅通了。持续的每天敲一敲，这些症状都可能会逐步改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胆经不畅时，身体其实早就透过一些信号在向我们示警，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和胆经有关。除了前面说的头油、白发、斑点等问题，有些人还会出现睡眠品质差，例如半夜容易惊醒、噩梦频繁，清晨起来感到口苦口干，或者白天经常觉得头晕、耳鸣、注意力不集中，脾气变得暴躁易怒。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，其实都与肝胆经络不调有关。如果一个人脸色发黄、眼白发青，或是按压肋骨下方和大腿外侧时明显疼痛，也属于胆经气血不畅的表现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许多小毛病其实都是同一条经络在作怪，而敲胆经正是对症下药的自我调养方法。有个真实病例可以说明胆经与白发的关系。一位10多岁的青少年，从小体弱多病，经常服用寒凉的感冒药，结果在高中时就长出了许多白头发。医生诊断发现，他长期受寒气困扰，胆经不畅，导致发为血之余的供应出了问题。于是在治疗中给他温通经络，驱散寒邪，并嘱咐他每天睡前按敲胆经几分钟。几个月后，这位少年过早斑白的发丝大部分都重新转黑了，整个人也变得神清气爽，精神充沛。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或许很神奇，但只是印证了中医的道理。当经络畅通，气血充足，五脏六腑功能协调，人体就具有惊人的自我修复潜能。说明了方法，我们再来聊聊什么时候敲，敲多久最合适。很多中医师建议睡前敲胆经效果最佳。为什么选择睡前呢？一来，睡前敲一敲可以放松紧绷一整天的神经和肌肉，有助于提升睡眠品质。二来，晚上11点之前是肝胆经气血渐渐旺盛的时间，如果能在11点前抓紧敲一敲，等到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胆经最旺的时段时，你已经上床休息了，经络事先疏通，反而更有利于肝胆在熟睡中完成自我修复和养护。这有点像事先把道路铺好，让午夜时分气血可以顺畅的在经络中运行。此外，临睡前的这5分钟敲击也相当于给忙碌一天画上一个放松的句点。带着经络通畅、血液循环变好的状态上床，你会觉得手脚温暖，脑袋放松，更容易进入深层睡眠。睡得好本身也是改善白发脱发的一剂良方呢。其实敲胆经并不仅限于睡前这段时间，白天有空时也可以敲一敲，效果同样不错。上班族可以利用午休或等人的空档坐在椅子上轻松敲上几组，不耽误工作。家中的长辈则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慢慢敲打，作为活动筋骨的替代。相比剧烈运动，敲胆经几乎不会对关节造成负担，反而能舒缓紧绷的肌肉，是相当安全简便的养生方法。对那些行动不便或不适合剧烈运动的人来说，这更是一种贴心的调养途径。只要肯天天花上这几分钟，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身体回馈的正面变化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晚上11点之后就不宜再敲胆经了，因为子时约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当令之时，这时候应该让身体安静休息。中医认为子时胆经气血最旺，如果此时人能在熟睡中，胆经和肝经就能顺利完成排毒和调养。反之，子时还不睡，胆气无法潜藏，长此以往，人会觉得胆力不足，白天提不起精神，久而久之记忆力下降，发色也容易提前灰白。所以
最晚要在11点前结束敲胆经的动作。如果平时习惯10点上床，建议9点多就开始敲，敲完后舒舒服服躺下准备睡觉。如果实在错过时间，那天就干脆不要敲了，改天早一点再补上。另外，刚吃饱饭也不要立刻敲，饭后至少隔1个小时再进行比较好，否则满肚子的食物还没消化，敲动身体可能让你肠胃不适。说起来，这个敲胆经法虽然简单，却体现了中医治胃病的养生理念。透过每天一个小小的动作把经络疏通，就像定期替水管清淤，身体里的各种小毛病可能因此消除于无形。除了白发变黑、腿瘦1圈以外，敲胆经对健康的帮助还有很多。我们前面提到，它可以促进消化吸收，所以对于一些有脂肪肝、胆结石困扰的人，长期坚持敲胆经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辅助调理方法。胆汁分泌增加了，肝脏代谢废物的能力提升，体内淤积的胆固醇结晶、脂肪垃圾就有机会被逐步分解排出，能够预防结石扩大或肝病恶化。而随着代谢加快，很多朋友发现原本脸上的黄褐斑、肝斑也渐渐淡化，气色红润起来。这并不难理解，肝胆排毒功能变好，体内毒素少了，皮肤自然就会变得光洁有光泽。另外，敲胆经还被视为一种强身防病的日常保健方法。中医讲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经络通畅则百病难侵。每天抽几分钟善待你的胆经，其实也是在帮助相关的肝胆脏器保持机能旺盛。许多中老年人如果能及早养成这个习惯，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胆胃消化功能好了，半夜不再胀气翻来覆去，睡眠安稳，白天精力也更充沛了，三高的指数有所缓和，身体内环境调理好了，头发自然有更好的土壤滋养，也就难怪慢慢长出新黑发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敲胆经养生在近10几年已成为一股热潮。早在2007年左右，就有中医研究者出版专著，详细讲解敲胆经的种种好处，引发广泛关注。不少人跟着实践后，纷纷分享自己的惊喜改变。有人照着书中方法，每天坚持敲打，大腿围度明显缩小了好几公分；也有人长期的失眠症状明显改善，气色红润起来。更有人发现梳子里掉落的白发越来越少，新长出来的头发颜色越来越深。由于操作简单，效果多元，敲胆经一度还被昵称为懒人养生秘籍。虽然对这种方法的评价尚有不同声音，但越来越多的案例证实，中医传统中蕴藏着许多宝藏，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健康。人们也因此更加相信，只要方法正确，自己的身体其实有很强大的治愈潜力。我们也要强调一点，任何养生方法都不是灵丹妙药，效果需要时间累积，而且因人而异。如果你的白发纯粹是随着年纪增长，毛囊中黑色素细胞自然老化所导致，要完全逆转成满头乌发，也许不太现实，但至少可以透过这种方法延缓白发继续增多，让头皮环境和毛囊的健康度逐渐改善。说不定几个月后，你就会惊喜地发现镜子里冒出了不少乌黑的新发呢。如果你还年轻就白发滋生，多半和压力、熬夜、营养不良等一些可逆因素有关。透过调整生活习惯加上敲胆经，自然很有机会让白发黑回来。例如，一些人的白发是因为维生素 B12 或某些微量元素如铁、铜缺乏所致。当营养补足后，新长出的头发就可能恢复原本的色泽。又或者长期熬夜、压力过大也会加速白发生成。而当压力解除、作息正常后，不少人发现白发并没有继续增加，甚至开始冒出黑发。医学上曾记载过年轻人在极度压力下短时间鬓发皆白，但压力消除后头发竟慢慢转黑的案例。可见只要找出原因并加以改善，白发未必不能逆转。近年来，科学家们也在积极研究白发转黑的可能。2023年更有研究刊登在《自然》期刊上，指出毛囊中的黑色素干细胞会随年龄增长逐渐老化，位置受限，导致后继长出的毛发缺乏色素。不过，研究人员也发现，在特定条件下，部分休眠的干细胞可以重新启动，再度为毛发提供黑色素。
这意味着未来透过先进的治疗手段，有望让头发实现像逆生长般的重新变黑。然而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我们完全可以先靠中医的整体调养，慢慢改善体质，至少延缓白发继续蔓延，为将来的转机打好基础。其实，白发变黑的关键不仅关乎头发本身，更牵涉整体的身心健康。现代生活节奏快，许多人期待能有快速解决白发的产品，但往往忽略了头发是身体状态的镜子。如果我们肯花时间用这种温和的方法调养白发从根变黑的过程，正代表我们身体内在环境在一天天好转。与其依赖短暂遮盖白发的染剂，不如透过经络调理和饮食养生来内外兼修。这种循序渐进的改变，虽然不会一夕奏效，却胜在稳固持久，没有副作用。当你的发丝重新泛黑，气色变好时，你会由衷感谢自己当初选择了这条健康长久之路。传统中医的智慧或许不能完全取代现代医学，但在某些方面，它提供了更自然、贴近身体本性的解决方案。试着相信自己的身体，给它一点耐心和助力，你可能会惊讶于它的自我修复能力。要让这套秘方发挥最大效益，敲胆经之外，还可以配合其他养发妙招一起进行。首先是饮食调养。发色的乌黑浓密离不开肾精与肝血的滋养，因此平日饮食中可以多加入一些补肝肾益气血的食物，例如黑芝麻、黑豆、桑葚、核桃等黑色食材，历来就是民间公认的养发圣品。每天早晨来一杯温热的黑芝麻糊，或者把桑葚、枸杞与红枣一起煮水泡茶喝，都对养血益发有帮助。例如，你可以将黑芝麻和核桃各约100克，小火炒香后一起研磨成粉，每天早晨舀2勺，用温开水冲成糊状服用，这样既补肾又乌发，方法简单又美味。至于桑葚，则可以和红枣、枸杞一同煮水泡茶当饮料，连续喝上一段时间，据说也能让头发变得更加乌黑有光泽。中医认为肾主骨，其华在发，肾好则发好，所以也可以适当食用山药、何首乌等中药材或保健品来补肾填精。不过何首乌等药材需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服用，以免不当使用。除了吃的方面，良好的生活作息同样重要，尽量不要熬夜，保持心情舒畅，不要动不动就生闷气。另外，适度的运动对养发也有帮助。平时可以根据自己体能做些缓和的全身运动，比如散步、太极拳、瑜伽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加强新陈代谢，头发所需的营养就会更加充足，不让自己长期陷在负面情绪中。另外，睡前用温热的水泡泡脚也是不错的辅助方法。泡脚可以扩张下肢血管，改善末梢循环，为身体放松做好准备。如果觉得自己手脚冰冷，可以在水里加几片生姜或一小把艾草，煮水后倒入，能驱寒暖身，帮助睡眠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水补。透过泡脚将药性或热力经由足部渗透全身，也是养生的妙招之一。另外，直接作用在头发本身的护理也不能少。每天睡前可以花几分钟做头皮按摩，用指腹轻轻按摩头皮各处，就像用食指在头皮上洗头一样的推揉。也有人用气垫按摩梳或牛角梳有节奏的梳头，每天300下。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刺激头皮的血液循环，帮助毛囊获取更多营养，同时放松头皮肌肉。配合我们的敲胆经一起双管齐下，既从内在疏通经络，补充气血，又从外部直接改善头皮环境，白发转黑的速度和效果一定会更佳。有人或许担心，经常按摩或梳头会不会把本来就不多的头发弄掉？其实适度的梳理反而能减少掉发，因为透过按摩梳理，头皮油脂得到均衡分泌，毛囊更健康，头发反而长得更稳固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毛囊已经闭合，完全不再生发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但至少对那些还在挣扎中的半白不黑头发，我们还是有救的。最后，我们再提醒一些敲胆经时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好让大家都能安全有效的操作。第一，力度要适中，用空心拳敲击时要有一定力道，但不是叫你拼命捶腿，过犹不及。太大力可能造成淤伤或肌肉拉伤。
敲完后局部有微微酸痛或发热是正常的。许多人敲完一阵子后，还会感觉整个大腿外侧暖洋洋的，仿佛有股热流在流动，这正是气血开始循环的好现象。但不应该出现剧烈疼痛。如果敲击后皮肤出现淤青淤血，要先暂停几天，等淤消了再继续。下次也务必要减轻力度。第二，要循序渐进。刚开始尝试时，可以先从每腿30下左右试试感觉，适应后再逐步增加到50下甚至更多。第三，持之以恒，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。想要白发转黑这种需要长期调理的目标，就必须每天坚持。1周2周可能看不出变化，但1-2个月后再比较，或许就能看到发根冒出新的细黑发了。许多成功经验都证明，坚持数月甚至1年，头发中黑发的比例会有明显提升。把每天敲胆经当成像刷牙一样的生活习惯，长久下来必有收获。第四，特殊族群要注意，孕妇不宜敲胆经，因为敲击可能引发过度刺激，对胎儿不利。月经期间，女性可以轻柔敲击，但不宜过猛，以免影响经血排出。年纪很大的长者也不建议敲太多次，毕竟老年人气血较弱，突然大幅提升，循环可能一时难以适应，身体会出现不适。此外，不论年龄层，敲胆经都不宜过度频繁，一般每天进行1到2次即可。不用以为敲越久效果就越快，凡事过犹不及，太过反而有害无益。有些有出血倾向或血液疾病的人，例如凝血功能不好、血小板偏低，也暂时不要贸然尝试，以免出现微血管破裂、淤青不易消散等问题。如果身体装有心率调节器等医疗装置，或者属于重大疾病患者，在采用任何养生方法前，都最好先咨询专业医师的意见。白头发不用染，我们就能把它养黑回来。总而言之，白头发变黑的关键在于调养身体的气血和脏腑平衡。中医老前辈传下来的敲胆经秘方，正是透过刺激胆经经络，来提升肝胆功能，疏通气血，从根本处改善发质。每天睡前5分钟，双拳轻轻敲打大腿外侧，长期坚持，就有机会让原本花白的头发逐渐恢复乌黑光泽。更棒的是，这个方法同时还能帮助你代谢掉恼人的大腿赘肉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当然，如果能配合健康的饮食和作息，加上适度的头皮护理，效果会更加全面明显。试想几个月后，你照镜子时惊喜地发现白发真的少了许多，冒出来的新发竟是黑油油的，而低头看看自己的腿，线条也变得紧实，原本穿不下的裤子现在都变得宽松了。那种同时收获健康与美丽的满足感，绝对比染发剂带来的短暂遮盖更令人开心。不妨就从今晚开始，给自己这么一个简单又奇妙的机会吧。坚持敲一敲，敲出健康，敲出乌黑秀发，敲出轻盈美腿。